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将一捆看似无用的线织成美丽而实用的容器，让生活更加美好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实用的小篮子，利用短针锁针交错钩织，形成竹编的纹路，利用它来收纳心爱的小物，真是再适合不过了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4股牛奶棉，篮子的部分是使用浅棕色双股钩织，提手使用米白色，另外准备了2个木质的纽扣作为提手的装饰，而工具上使用了 3.0 以及 3.5 的钩针，另外还有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而成品的完成尺寸，篮子的直径10公分，高度4公分，而提手的高度有10公分，而这些尺寸在编织的过程中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做调整。首先我们合并2条浅棕色的4股牛奶棉，接着环起，并且使用 3.5 的钩针。第一圈钩织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，接着在圈里钩织8个短针。我在第1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1针。接着剩下的7个短针，第1圈8个短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可以将这个引拔针收紧，减少引拔的痕迹。接着第2圈，同样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之后在每个针目里增加1个短针，也就是每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。第1个短针我放上记号扣，接着第1个针目里的第2针短针，之后每个针目里都增加1针，这一圈一共完成16个短针。第2圈结束，同样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我们一样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第3圈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第1个针目1个短针，而第2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的加针。中括号的内容循环钩织8次，完成这一圈。这一圈增加了8个短针，一共完成24个短针。第3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之后我们可以按照接下来的文字解，一直钩织到第8圈，完成篮子的底部。每一圈都增加8个短针，而加针的位置错开，这样底部的织片才会圆。每一圈一开始都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，而结尾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如果你想改变篮子的大小，那么可以按照加针的规律调整圈数。第8圈底部完成，接着第9圈，同样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第1针钩织1个短针，钩短针的时候挑上半针钩织，这样底部的转角才会明显。第1个针目习惯放记号扣，接着1个锁针，跳过第2个针目，又从下个针目开始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
我们重复钩织直到完成这一圈。因为我第8圈最后的总针目是64，所以在第9圈中括号的内容将重复钩织32次。第9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，同样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接着第10圈，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，第1针钩织1个锁针，我在这个锁针上放上记号扣，接着跳过上一圈的第1个短针，而在下一针锁针，在它的下方，也就是前2圈被跳过的那个针目上，也是挑后半针，钩织1个短针。这样是一次中括号的内容，之后也是重复钩织1个锁针，跳过上一圈的短针，在前2圈被跳过的那个针目挑后半针钩织短针，而在钩织这个短针的时候，会包着上一圈的锁针一起钩织。在这一圈中括号的内容也是重复钩织32次。第10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针目，也就是第1个锁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接着第11圈，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之后，接着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第1针钩织1个短针，而这个短针也是钩织在前2圈被跳过的那一个针目。接着1个锁针，跳过上一圈的短针，又在前2圈的短针上钩织1个短针，如此每一圈的短针就会形成交错的纹路。第11圈结尾，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之后我们重复第10圈与第11圈的钩织，而在重复钩织短针的过程中，已经不用挑后半针钩织了。我们如此重复钩织这2圈，一直到这个篮子到我所需要的高度。我一直钩织到这个篮子的高度有4公分，而结束的这一圈落在偶数圈，我结束于第18圈。第18圈结束，接着我要为它收边。我直接在第18圈的边缘，在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引拔针。收边的第1个引拔针，我放上记号扣。而遇到上一圈的锁针时，穿进锁针的下方空间，钩织引拔针。沿着边缘钩织引拔针结束，接着断线。以这样的方式处理线头，利用缝针穿过第1个引拔针，再穿回线头的底部，接着在背面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篮子底部的起始线头也将它藏好并做修剪，接着钩织篮子的提手。我用1股米色的线，起线时的线头留大概30公分，使用 3.0 的钩针，接着锁边起针，
基础行起4个锁针，接着第一行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，我们跳过它，在基础行的每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。我在第1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1针。如果你想改变提手的宽度，那么可以调整基础行的起针数。第1行结束，翻转织片，我们让基础行在上方，而第1行在下方。接着下一行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我们挑起短针上靠近基础行的那个半针，再一并穿进所对应的这个基础行针目，合并钩织1个短针。第1个针目上我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1针。之后如果你熟悉了，就可以不用放置这个记号扣。之后也是挑起这2行对应的半针，合并钩织1个短针。这一行一共4个短针。最后1个短针的半针不容易辨别，但是如果你有放记号扣，应该就会比较好找。之后每钩织1行结束，就翻转织片，使前一行在下方。每一行的一开始都是1个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以相同的方式钩织，直到这个提手到你想要的长度。我一直钩织到这个提手长度到达30公分之后，最后的收尾，在1个锁针起立之后，我们将钩针穿进上一行的短针针目，挑起它的2条线，再穿进前2行的半针，合并钩织1个短针，最后一行也是4个短针。4个短针结束，引拔断线，留3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接着我们将提手的2端对称的缝合在篮子外侧的2边。一端缝合完毕，再缝上1颗木质的纽扣，为它做装饰。缝合完毕，在篮子内侧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提手的另一端也以相同的方式做缝合，这样这个朴实又具有质感的篮子就完成啦。你会拿它来装什么呢？记得在留言处告诉艾芙琳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